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王一博如今大红大紫，他的家庭背景有多好？一博成名背后，家庭背景究竟有多强大？在当今的娱乐圈中，王一博无疑是一位备受瞩目的明星。从《陈情令》中的魏无羡到《这就是街舞》中的队长，王一博凭借其出色的表现赢得了众多粉丝的喜爱。然而，关于他家庭背景的传闻也层出不穷，那么这个家庭究竟有多强大呢？本文将为您揭开这神秘的面纱。王一博，原名王浩宇，出生于中国河南省洛阳市的一个普通家庭。尽管家境并不富裕，但他的父母却对他寄予了深厚的期望。从小，王一博就被培养成了多才多艺的少年，学习舞蹈、唱歌、表演等多种才艺。正是这种艰苦的训练，为他在未来的演艺生涯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王一博成名之前，他曾在多家公司担任练习生，经历了无数次的选拔和挑战。然而，正是这些经历让他变得更加坚强和勇敢。终于，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他被乐华娱乐公司看中，成为了一名专业的艺人。从此，他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乐华娱乐公司的培养和帮助下，王一博迅速在娱乐圈崭露头角。他不仅参演了多部热门电视剧，还参加了多种综艺节目，展示了自己的才华。尤其是《陈情令》中的魏无羡一角，让他一举成为当红小生，吸引了无数粉丝的喜爱。而这就是街舞节目中的出色表现，更是让他在舞坛独树一帜，成为了一代街舞王子。然而，关于王一博的家庭背景，网络上却流传着他出身于豪门世家的说法。事实上，虽然他家境并不富裕，但也并不算太差。他的父亲是一名普通的工人，母亲则在家照顾家庭。尽管家庭经济条件一般，但家人却给予了王一博无尽的关爱和支持。正是因为有了家庭的支持，他才能够在娱乐圈中一路披荆斩棘，最终成为如今的巨星。总之，王一博的成功并非偶然，而是源于他对艺术的热爱和家庭的支持。尽管他的家庭背景并不显赫，但他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和才华，成功的在这个竞争激烈的世界里脱颖而出。而这也正是我们最应该学习的。《陈情令》中所谓正道之师对魏无羡的征伐，人性如此。这些天中网上被电视剧几乎刷了屏，几乎长期占据微博热搜的头条，可以说许多女生又有了自己的梦中老公，一个是肖战、王一博，还有一个就是李现了。至于我们今天说的就是肖战主演的《陈情令》，一部由小说改成漫画最后再呈现出电视剧的玄幻题材的影视剧，可以说这剧情虐的人是人心累。昨天还是合家团圆，结果第二天就成了生死离别。《陈情令》是依据同乡莫臭的小说《魔道祖师》所改编，虽然剧情有了一些变化，但还是符合小说的故事线。在《陈情令》中，魏无羡因为温氏兄妹的牵连，判出了所谓的正道，从此在夷陵占据乱葬岗，得以保全一时。但这世上好像真的没有可能独善其身，他不去招惹他人，可却总有人视他为眼中钉，恨不得置他于死地。终于在一次劫杀中，老祖驱使的温宁不慎杀死金家公子，金家自然不会放过魏无羡，
这可是一个绝好的机会来号召别人讨伐这位所谓的魔头。在一系列的交锋之中，魏无羡也终于对这所谓的正道失望。这些人本就是披着善良面貌的恶魔。正所谓善恶无绝对，看似的好人自然也会做出惨绝人寰的罪案，但是我们眼中的坏人也有心底的慈悲。我们也总是以所谓自认为的正义去要求别人，好像如果别人不听从，自然就成了敌人，甚至就是罪不可赦的恶人，人人得而诛之。但是人家什么也没有做，或许只是可能损失了这些所谓正义人士的利益。正是他们将一个善良纯真之人一步步逼上他们所希望看到的恶人的道路，然后再群起而攻之，恨不得将他碎尸万段。但是正像剧中魏无羡说的，那些仰慕他的人从不会出现在他面前，可是当别人讨伐他的时候，这些人却摇旗助威。在这些正道人士恶意的揣测之中，魏无羡成了杀人不眨眼的魔头，是整个天下的罪人。他们以他救了温氏为名，只是难道他们不知道这所谓的金氏可是以前与温氏最为交好之人？怎么这功臣最后成了他们口中讨伐的敌人？这所谓的正道真的可笑。就好像在历史之中，我们总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意会去了解历史人物，要知道我们今天看到的历史文献，很多都是胜利者的记载，他们只会允许我们看到他们所希望我们看到的那些东西，至于历史真正内幕，就会被他们可以掩藏，毕竟这些会给他们造成不利。我们评价一件事、一个人的时候，总是以既定的历史观，认为他就是十恶不赦的人，却不知道这场所谓乱行背后的辛酸。就好像历史中的农民大起义，统治者总是以他们是所谓的动乱，对他们恶意镇压，却不知道正是他们的残暴统治将他们一步步逼上绝路。自然有些恶是不可原谅的，甚至于是绝对的。但是纵观历史上的大多数事件，其实都有两面性可言，尤其是对于一些人物的评定，更是如此。没有所谓的永远正义，也没有什么必然罪恶。就好像小说之中，这兰陵金氏最后也正是自食恶果，有人看将他们的皮毛褪去，揭露他们的罪恶，让正所谓正义也站不住脚跟，他们所宣扬的道义也是那么不堪。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